我女儿在澳大最近被她一个很有钱的同学邀请到伦敦某高档小区的家里做客，结果到那就给人埋汰了。刚用完人家卫生间出来就说：“就你这叫有钱呐！在铁岭我老家厕所都是机器人，你就管上就得了。你看你家这破玩意儿，还得用卫生纸。”你们都知道我石油公主这个地位呢，来自于一个美丽的误会，就是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来铁岭参加婚礼的10个外国人不懂得啥叫租婚车，然后就以为这10台连号黢黑的奥迪都是俺家的。但是当时争脸的只有奥迪车吗？不然，还有智能厕所。接亲的时候呢，这10个人不就被这10台黑车给运到我新房来了吗？所以来我新房的时候，他几个就莫名的充满了一种就是敬畏之情，看啥玩意儿都要脱帽那种感觉。然后这几个人汉语还都不咋地，所以他几个围成一小圈，就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搁那待着。然后呢，其中一个就上厕所去了，那帮能上一个底儿，出来的时候贼没出眼的，跟剩下几个人说：“我刚上厕所了，热乎了。”旁边这人也没听懂啊，说谁刚上出来的就拔凉啊？你是不是憨大？一张嘴舌苔跟涂改液似的。他说不是，人家厕所本身是热乎的，而且你按左手边第2个键有惊喜。然后紧接着2号选手就去了嘛，出来之后赶紧欣喜的跟3号选手分享：“你赶紧去尝试一下，而且啊，切记，你千万不要手动去掀那个马桶盖，你就冲点盖，你比如说这个是盖，哎，这是你就扫，哎，就找那种就若即若离的感觉。你瞅着盖，哎，嘎开了。”之后呢，这3、4、5、6号选手就蹭全上厕所，就是一个上。而且他们不只发现了这个扫的奥秘，还陆续发现了左2普冲键、左3猛冲键、右1风扇键以及右2烘干键。读不懂的命，治不好的病，原生家庭的小不幸，一键猛冲解千愁，他们是 WC King。但是呢，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小误会、小事故。我舅姥爷也要上厕所，但就瞅这帮外国人就啥也不干，直勾的一个个就上厕所。他寻咋的了？就在门口就等着，好不容易最后一个选手出来了，我舅姥爷赶紧就进去了嘛。结果没成想，刚出来这位 WC King 彪和的，他摁下的是3号猛冲键，结果没摁停，盖上就出来了。我舅姥爷呢也是矮，到这一开这马桶盖，3号猛冲呲一脸。完，我舅姥爷脑袋上包个毛巾擦的这一脸水，出来埋汰我们，说彩莲你家厕所挺奔放啊。完，旁边这群外国人就看着他嘛，有的人说他是不是扫澡了？完，旁边的人说是不是咱用错了？我瞅本地人咋用它洗脸呢？后来这事儿呢整出后遗症来了。到了办婚宴的酒店呢，他们外国人这桌就白酒外边包那个塑料盒，他打不开。完，人服务员就去问去了，就需要帮忙嘛。人那3号选手告诉人家你别动，我知道。冲那白酒盒就回去道上，他们还问我说彩莲你这办婚礼为啥马路上的井盖都用红纸和砖头给压上呢？我说那不怕您几个给他扫呗吗？笔直呢？刚在澳大教地的普通话。那条脚丫子呢？脸蛋子呢？那条大长腿呢？笔直呢？下壳呢？棱盖呢？腰部杆呢？屁股蛋子呢？屁股蛋子呢？大屁股呢？大屁股呢？那条耳露呢？耳露呢？拿铁的普通话。哎，你知道外国人起名有多懒不？我给你讲讲啊。话从哪说起呢？先从我怼我教授说起。去年我在我们学校当助教的时候，跟我的教授翻看新生的名单。完事我教授看到很多中国女生的名，就比如小雅，比如小西，比如小雨之类的。他们这名的拼音你不能标1、2、3、4声，所以就表现不出来他们具体字的区别，就都是 XIL 加姓，小雨张，小宁刘。完事我教授就说，不是我冒犯你哈，就是你们中国人起名有点懒惰呀。你看咱们班怎么这么多叫小的，你光王小啥啥就好几个，你们就不能起一下就是不一样的名吗？我当时寻思这泼猴要僭越的感觉，但是你说他是教授，我也不能上来就怼呀。我就问他，我说那我问你个事儿，你儿子叫啥呀？完事我教授非常自豪的告诉我，我的儿子叫让皮啊啥啥啥。我一听就让皮耶，完后边加我教授的姓，完他一家人都是法国人嘛，咱就假设他姓臭奶酪，也就是他这名咱暂定为让皮耶臭奶酪。我说整老半天你起个让皮耶，你还说别人呢？你看你法国人这名啊，亚历山大·安德烈·弗朗索瓦·让皮耶，走在香榭丽舍街，随手扔个大皮靴，砸懵10个臭奶酪，其中6个让皮耶。我教授说的那不一样，我儿子叫让皮耶是因为我有一个逝去的 uncle 叫让皮耶，
不是我故意标英文啊，我跟你说过，就他英文里头叔叔大爷舅舅姑父姨父全叫 uncle， 咱不知道他安的是哪个口。完事这个让皮耶 uncle 呢，就据说会写诗来，会作文，文人的笔墨，骚客的魂，就是大家都很敬仰他。所以我教授这孩子一出生就以他的名赐名了。我一听，天哪，这思路挺清晰，谁家还没有个才子呢？你比如说我爷，当年那也是辽北能弹会唱、能写能浪的老碴子，那我对我爷的崇拜那也是相当让皮耶的。那按照这个思路来讲，俺家孩子就应该随我爷的名，叫张巨农，英文名叫 Big Farmer， 全名 Mulholland Big Farmer。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不是特例，他们全这么起名。哎，在给孩子起名上，哎呀，可舍不得往里头添心血了。我认识一家西班牙人，爷爷、爸爸、儿子全叫 Albert， 姥姥、妈妈、姑娘全叫 Maria。你一进屋里根本就不知道咋叫。你这3个女的，这3个 Maria 起码还都不姓一个姓，这祖孙3个 Albert 同名又同姓。咱就假设这家西班牙人，咱假设他姓艾梅西吧，也就是这3个男人全叫阿尔伯特·艾梅西。还有一个啥现象呢？就他们用的这个名哈，绝大多数都不是家长想出来的字儿拼到一起，像中国家长就日思夜想的拼出来个什么慕容子轩啥的，对不？他们很多都是从这个有名的著作里头就挑现成的名。这里最常用来被挑名的呢，就是圣经故事。你像叫亚当的，叫夏娃的，这都有的是。但是我个人理解不了的呢，是还有叫犹大的。你们也知道，这个是个恶魔人物，象征着背叛。你说你自己不起名，挑现成的也就罢了。你说你选个这样人设干啥呀？这就相当于，比如说咱给孩子选名，《西游记》里白骨精，《水浒传》里西门庆，《白蛇传》里选法海，专挑名著精神病。还有一种啥现象呢？就像我老公这样似的，就他妈我婆婆在怀他的时候，当时电视里头有一个人气小霸王叫 Jamie 啥啥啥，他那个地位可以说就相当于我小时候的道明寺吧。我婆婆天天看着电视里头这 Jamie 就是太喜欢了，完寻思寻思就给自己儿子起名也叫 Jamie。但这个 Jamie 当年太火了，就老了女的都这么干，整的我老公上小学的时候班上8个 Jamie， 就8个道明寺。你说这名让他给起的，那你说就按照这个思路哈，我现在看视频看的最多的2个男人，一个是老四，一个是张金条。那要是按照这个思路，我要是生个儿子，就或者叫张老四，或者叫张金条。正好我也姓张，随我姓还是张金条嘛。完英文名就可以直译嘛，要不就叫 Number 4， 要不就叫 Gold Bar。完孩子不姓莫赫兰嘛，所以全名就叫莫赫兰老四 Number 4， 要不就叫莫赫兰金条 Gold Bar。这时候也挺好听。当一个混血的东北口音太重，比如张拿铁，他可以把他加拿大奶奶的口音带跑偏。张拿铁面对奶奶姑姑的到来，一顿东北话输出。虽然温迪确实是想学中文啊，但是张拿铁让温迪的语言系统跨过普通话，直接进入了东北农村，把温迪引上不归路的第一个词儿是张拿铁最近的口头禅：咱不到。Who ate all the ice cream? 咱不到。温迪就问早达，这咱不到是啥意思？早达说就是 I don't know 的意思。咱不到 means I don't know. Okay, thank you. 讲不到，讲不到，讲不到，讲不到。温迪哦，温迪你来了 ，Welcome， 嗨 Thank you.，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你这是待到哪天呢？啊，也是可以玩一个吧。讲不到，温迪，那你加拿大不上班吗？你老头儿怎么办呢？讲不到。Do you miss me? Are you happy if I stay here longer this time? 奶奶问你想他了吗？他如果不走了，你开心吗？老爷。咱不到，咱不到。然后呢，温迪来中国第2天，用俺家洗袜子用的增白肥皂把张拿铁给搓了。是因为加拿大吧，它没有肥皂这个东西，只有洗澡用的香皂。温迪看着俺家有这个增白肥皂，就以为中国的香皂更大呢，拿着它就给张拿铁搓了个澡，卡卡搓，被大胖媳妇发现了。大胖媳妇跟他妈说：“哎呀妈，你这个行为，往小了说是洗秃噜皮，往大了说是种族歧视啊！你有一个混血的孙子，你嫌他不够白，居然下此狠手给孩子用增白皂漂白，就这个罪名放加拿大，足够你进去蹲15天呢。”温迪表示非常无辜。讲不到。这个叫手帕，这个叫手帕，手帕，手帕。这个叫椅子，这个叫椅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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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椅子。说的不对，这么多对，讲不到。这样完了就讲不到，讲不到，这
过椅子吗？温蒂是英语被东北味儿给拐走了，审美也被中式征服呢。看着扎铁穿的玲珑屉了，非说自己和龙有缘，也得来一件。 Is this dragon? No， 银龙就是龙。人这是安踏给中国运动员加油出的，现在一人一条龙在那看奥运会呢，一起给健儿加油，画面很震撼。温蒂学东北话还越来越上瘾呢，因为他觉得东北话说起来特别赶劲儿。比如昨天扎铁说他画画画桌子上了，他爸爸会批评他的，所以他求他姐帮他一起把桌上的画咔哧下去。姐，我画桌子上了，我咔哧不掉。温蒂就问早达什么叫咔哧，早达说咔哧就是把一个东西彻底清理干净。然后大胖媳妇的亲生父亲不是找着了吗？还给大胖媳妇写了一封长信，说了很多当年的事儿，就是表达跟温蒂之间呢当年有多少误会之类的。然后温蒂本来说他还想看一下那封信，但是等到大胖媳妇真正把信打开给他看的时候呢，温蒂走到电脑前说不看了。我问为啥不看了，早达跑过来偷偷跟我说他说奶奶说，当年用了很长时间才把 Roger 爷爷从记忆中咔哧掉。那宇哥再想起这个人，那当年就白咔哧了。谁呀？咔哧谁呀？拿铁，你听懂了吗？当年让奶奶伤心的那个人，你说奶奶能给他咔哧掉吗？那咱不知道，那咱不知道。